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5月4号啊，今天是星期天。那么今天太阳还不错啊，就到海边来晒晒太阳啊，吹吹风，放松一下。那么也和大家做一期关于西班牙生活、西班牙移民的视频。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就是新的移民，像主要是办非盈利的这些群体呢，他们登陆了以后有很多的抱怨比如遇到小偷啦，遇到被抢的啦，语言不通，解决问题态度不好还有就是像租房子很难租还有就是像看病很难约各式的这种问题。那么其实这些问题我之前在我的相关的视频里面都聊过那么很多人可能就是也已经知道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想的比较的就是轻松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可能在现实当中遇到很多挫折。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或者没有一个国家它是完美的，对吧？它能够就是完全满足每个人。就像我现在就比如说到医疗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申请这个做那个核磁共振然后保险公司就一直拖着没有给我去批，并且呢反反复复很多次那所以呢就是我就自己自费了就我现在去看病什么我全都自费，我就再也不去买任何的保险公司因为我仔细的算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商业逻辑，就他们主要肯定是盈利的，对吧？就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其实自费是速度最快的像我去自费做核磁共振或者是挂专家然后做一些预约都是1-2天的事情核磁共振前前后后拖了几个月，并包括我之前看病的所有的体验在西班牙的都是这样的。当然了，就是有些是要办居留，对吧？也没有办法，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保险而且商业保险的价格也并不是很便宜那么像我觉得呢，今年2025年应该来说是来这边移民就是来西班牙移民最难的、最困难的一批就像现在我们已经能发现的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整个的移民的政策，对吧？像什么黄金居留这种还有整个全世界的这种移民的氛围，总体来讲就是比过去这些年都要差了很多当然了，这个有美国的因素，对吧？有川普的他的这种就是政策那么欧洲这边也逐渐的在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汇率的问题现在的欧元兑换人民币，就是1欧元要差不多能换8.3最高的时候都有8.4。那么在过去一般都是在6点多和7点多，对吧？那这个差距就挺大的。那么意味着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费、房租各方面的成本都是要比过去要多付很多成本。再加上呢，就是由于前面第一条因素造成的，就是有很多的移民会比较想来西班牙现在不光就是说是我们中国的也像美国的许多就是觉得美国现在变化很大了或者说美国的华人什么，他们也有很多要到西班牙来他觉得就是有一个像非盈利这样的签证的类型，那么躺平几年玩一玩然后再看一下后面的情况，对吧？这样的人是挺多的其实。所以呢，整体的人
基数啊就挺大的。那么这个基数呢，又会增加就是租房的困难度啊，房租的增长啊，还有反正各式各样的啊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其实你无形的成本就会比前几年要多很多。还有就是你像前几天发生的这个全国性大停电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西班牙也是第一次发生啊。那么你说，就是今年来了啊，你如果一开始很多事情你就不顺意，然后又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吧？你就是你的这种信心啊、怀疑的程度啊，反正就增加了。说起这个停电的事情，我这2天去理发，然后我的理发师他就问我啊，他说停电那天你过得怎么样？我说我很糟糕啊，我说我那个正在做午饭呢，做了一半还没吃呢，这个电就没有了，东西还是生的啊，然后冰箱什么就反正都东西就坏掉了啊。他说我们可高兴了啊，他说我在家里面拿着大铁盘子，我在做那个海鲜饭呢。他说我们点着蜡烛喝酒唱歌跳舞，他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啊。他说停电停得挺好的，他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啊，多一天的假期。所以吧，就我听到他这么回答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了，对吗？我相信就是，怎么说呢？你就会啊，我觉得从思想的根源处啊，这是文化的问题，你就可能跟他们不太一样啊，所以就是像这种文化上的差距啊，也会导致就是你在移民的生活当中会遭遇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要好好的就是说去问自己啊，去想一想，就是这个移民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就如果你的移民啊，仅仅是说啊，我是想来西班牙获利的啊，就是我想在这边让生活过得比以前更好，或者说我能获得些什么啊？那我想说的是，就是可能啊，就像现在很多我的中国群体观众一样，对吧？他觉得落差挺大的啊，尤其是从像上海啊、北京啊，或者说啊，就是中国的新一线城市，什么杭州啊、成都啊这些城市移民到这边来的，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落差是挺大的啊，因为就是中国的商业模式啊，就我们觉得非常方便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支付宝啊，比如说淘宝网啊，比如说闲鱼啊，比如说京东啊，我们觉得日常当中就是生活当中特别方便的那些东西，那些商业模式其实都是过去美国啊已经非常成熟的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加上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就是大数据啊，因为中国的人口很多嘛，然后这些商业公司它能够从这些大数据当中获得更新的一些东西，再加上中国人其实他的这种想超越美国的心态，这种竞争，对吧？所以他是一直很努力的啊。这个倒不是说就是他对美国有什么不满的问题啊，就是我说商业公司的老板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人的这种就是成功的心态里面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能做了赚钱，能做得很成功，我就是要把它无限的去做大这个是遇到就是过去很多就是风险投资人嘛，对吧？就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就像现在就是中国，你看这个，像那个送快递这一块像京东什么很多公司都参与进来了，对吧？就是他们的这种扩张的意识商业的这种意识其实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也是就是这些年迅速的这些公司他们成长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些公司他们的成长你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里面，
就一下子你来到了啊，就像西班牙应该来说就是它肯定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啊，就是不断的去创新什么这样的一个国家，对吧？就从速度上面来讲，从规模上来讲，所以肯定这个落差是很大的啊。同样的啊，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就今年啊，这个西班牙的老的移民啊，他们的就是商业的模式也就遭受着很大的冲击啊。就是我说的是那些开超市啊、开百元店啊这些老板们啊，还有搞批发的，因为过去呢，其实他们借着优势，对吧？就早期来到了欧洲，然后借着就是汇率上的优势，还有就是中国的啊，就是外贸的上面那种小商品的价格的优势，那么他们迅速的啊，在这边就是开了很多百元店啊、超市啊，生意还是不错的，对吧？当然人家也很努力，也很拼，对吧？人家就是基本上礼拜六、礼拜天能开啊，都是不休息的。但是现在呢，这种模式啊，正受到也是像中国的这种什么拼多多啊，这种海外版这种 demo 啊，还有什么阿里速卖通啊，就是那个淘宝的这种全球性的网站，对吧？还有就是很多啊，也差不多的，就是这种公司，就正受到啊，就是这些公司的竞争啊，因为这些公司啊本身是就是中国的这种海外版、国际版，然后它比如说在欧洲这边成功的登陆了，那欧洲这边还有本土的，对吧？本土的这些打折公司啊或者什么东西，它也要加入这个竞争，所以啊，就是再加上就是年轻人的消费意识啊，就老年人的消费意识可能还是会去这种超市，年轻人的消费意识正在逐步的被改变啊，他们是很会去看的，这个东西只要在网上能便宜多少钱，然后又能送到我家里面来，他们就会去买。当然了，这些海外的公司，他们的这种发展的方向，对吧？它就是一上来我有钱，我有资金啊，我就可以卖得很低啊，等到你们全都不行了，是吧？那我到时候我再就是提高价格啊，我先占领这个市场。所以呢，就是这些百元店啊什么的啊，今年关掉的有很多啊，大家可以去留意这种西班牙的一些新闻啊，就是华人社区啊，华人啊都在说这个啊，就老移民，就是这些做传统的啊这些百元店什么，是不是要经营不下去了？反正今年啊，就是他们转向开餐厅的很多。那么这个啊，其实对于现在啊，或者说就这2年移民到西班牙的人群，未来想长期留在这里的人，这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非盈利居留，它是不能够工作的啊，它在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即使到了5年以后，如果要工作，还是需要啊去转成一个工作居留。那么转成工作居留一样的要面对到就是别人要给你工作合同啊，你需要找到一份工作。那这个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很多人以为就是办非盈利居留，他以为是就我在这边只要住满5年，花完5年的钱，我就可以自动变成去找工作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其实你在转换成这个居留以后，你还是要去啊，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去找个工作合同啊，然后交社保啊之类的啊，这个是有一个花费的啊。那么现在啊，如果就是就业市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商业竞争环境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5年以后，这些想从非盈利啊转正成为正式工作的人，或者说啊，就是还是通过别的一些渠道想在这边移民留下去，因为移民你要最终留下来，你面对的就是交社保、找到工作啊。当然交社保，你说你有钱，你也可以自己为自己交社保，对吧？你反正也无所谓。那么这个是你最终要面对的问题啊。那前面的消费啊，前面的这个花销已经是不少了，对吧？那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后面的市场本身啊，就人是没有那么多的，然后
就这2年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啊，就人已经很多了，再加上能够提供就业工作机会的地方啊，又不停的在萎缩，市场不停的在变小，对吧？所以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大家都要去面对都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啊，我也觉得其实有些人啊，如果确实一来感觉就不好，然后也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说啊，就是想想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还是趁早啊，我觉得要止损，这个是最好的啊。其实我经常看到的就是有些人啊，就也来了不少时间了，然后呢还是啊就是没办法适应，最后呢也是离开的啊。那这个损失其实就很大，并且他自己过得不愉快嘛，对吧？因为他就反复的，他是在这个就是要留下来要离开，要留下来要离开，去选择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欣赏美好的景色啊，去哪里旅游啊，然后去啊享受美食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意思的啊。那么如果就是决心啊一定要就是留在这里做移民的，其实我觉得就不要考虑得失的问题了，对吧？啊，就是有可能这件事情是亏本的啊，就你可能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啊，有可能最后你的所得是负的，但是可能就是你可能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上，对吧？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海就是挺美的，我就觉得哪怕我1毛钱也没有了，我就坐在海边，我也挺高兴的，是吧？那这就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想法了，对吧？那么其实我自己我也坦白的讲一讲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来了也不少年了啊。那么如果要去工作什么的，也要去转成一个工作的这个东西。但是呢，说句实在的，就是我原来是做摄影工作的啊，就是让我去在那个比如说超市里面啊，或者说饭店里面啊去做一个工作。我不是说那些工作有什么不好啊，你说不管是超市或者说做饭店什么啊，这个我都愿意，这没什么问题，对吧？因为我本来就觉得人生就是种体验，做什么都无所谓的啊。而且本来啊，在这边也没有什么说有什么歧视你啊，什么你做这个工作大家就觉得看不起你，对吧？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啊，就是别人首先工作机会也很少，第二就是人家也不愿意去雇佣你一个年纪大的人，对吧？或者他觉得哎呀你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不会吃苦的，啊这种情况是吧？所以呢，就是我更多的啊还是在从投资、从理财方面啊，就是在获得就是经济上的支持啊。当然了，就是很多东西我就看得很淡了啊，因为我也没有想过说啊一定要在就是发大财啊什么的啊。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好好的享受生活，就是我住一天，我就不去想这些很远的事情啊，我就觉得比较愉快的过每一天啊，活在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美好的啊，可以说这个也有点是西班牙人的心态啊。那么至于很远的事情啊，这些我觉得第一想的也很累，第二这个其实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判断未来的事情，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就去想没有意义了啊。或许啊我自己住一段时间啊，我也就走了，我也就不在乎这些所谓的什么居留啊，或者说长远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为了首先就是想到这边来搞点什么好处，对吧？就是说啊什么所谓的就是那些福利啊什么啊，这个我可以就是负责的告诉大家，我都仔细的看过这些东西啊，就是我分析过，这个东西绝对不可能是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平白无故的你去拿到这些东西的，就所谓的福利啊，就你必须是先付出啊，那你要付出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社保、你的这个税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些东西，那你基本上是获得不了福利的。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千万不要为了一个所谓的什么
什么居留卡啊，什么居留啊或者什么欧盟的身份啊，什么这种东西去留在这里。如果你过得不好的话啊，因为居留这种东西啊，说白了就是给你住在这里的权利，是吧？你有钱，你有经济能力啊，你在哪里都住得很高兴啊，真的是这样。然后你就是不高兴了，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对吧？但是如果你每天过得也不是很高兴，然后你就为了这个所谓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的权利还在别人的手里，啊，就是你能不能留在这里住下去，是移民局他的权利，对吧？你自己是配合，是提交你的材料，啊，这种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啊，只是在浪费自己的人生啊，我觉得就是人生就这么时间就过去了，对吧？想想之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期待的时候，你过得也挺好的，何必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还有就是什么欧盟身份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啊。说白了，欧洲西班牙马路上没有乞丐吗？没有那个过不下去的人，没有那个逃犯的什么吗？也很多呀，啊，我看到的就很多，对吧？也不是就是真的人均水准就过得有多高，你只能说它是一个啊，就是发达国家啊，它有一些福利，对吧？它的这种政策。这种东西可能是跟我们之前的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不好的一面，对吧？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就十几年以后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就不停的在付出，不停的在付出，不停的在付出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得的，真的啊。好吧，那我今天就先说那么多，我也躺着晒太阳了，不想多，想多了头晕啊，好吗？